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六。不知道大家看我的影片有没有注意到，后面的植物总是会换来换去的。对，看到后面植物没有？今天我们没有要谈健身，我们要来讲观叶植物。一开始我会养观叶植物啊，除了为了让画面看起来更漂亮、增加生活品质之外，观叶植物在台湾也越来越流行，尤其是在像这样子疫情期间，在家里面有东西可以照顾你，可以看它慢慢的长大，也是很舒压的。对啦，原本我是这样子以为，但是在过程中我也是残害了不少的植物，害它们永远再也长不大了。今天我们就要来聊我的观叶植物辛酸史。首先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观叶植物。其实观叶植物顾名思义就是观赏用的叶子。然后我只喜欢观叶植物，我不喜欢花或者是会长果实类的植物。然后我第一盆，我一定要先介绍我第一盆买的观叶植物，就是这一盆白鹤玉，它是在 IKEA 的时候买的。那时候就是我很想买一些植物放在画面当中，让画面看起来更丰富，可是真的不知道去哪边买。所以就是有一次在 IKEA 逛的时候，就看到好像其实也没有很便宜，但是因为你刚开始买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一盆300-400块好像还蛮便宜的，还可以入手。然后也没有查说它到底好不好照顾，反正就买了。但好险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照顾，而且放在室内也蛮适合的一个植栽。而且听说它好像有空气绿化空气的这些等等的功能。我从养它到现在大概一年多一点吧，我已经帮它换了2次盆，它就是几米短几寸的那一种形态，非常好养。在窗户旁边有一些散光照进来，它就可以自己活得很好的一个植物。然后我的第二盆盆栽就是这一盆大叶的琴叶榕，它可是网红植物哦。我想买它想超久，但是我也忍了超久，因为我看网络上很多人说它很难照顾，很容易死掉。而且像这样子，我那时候买大概是可能有100公分的高度吧，这样一盆琴叶榕通常都要600到800不等吧，就是不便宜，所以就很怕买来却又把它养死，我就会很难过。它是我第二盆盆栽，然后我就是像照书养一样，买的时候老板娘跟我说，你1个礼拜浇1次水，然后放在窗边，有阳光洒进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就非常听话的照了老板娘的话，1个礼拜浇1次水。1个礼拜之后，它开始疯狂的掉叶子，叶子都掉光了，快没了，就像秃头一样。我好难过，因为那个叶子长不回去，它从下面掉，新叶是往上面长，下面掉的叶子都回不来。后来才发现，其实不可以完全什么都不顾，1个礼拜都浇1次水。你要先摸看看土干了，所以它不能，你还是很湿，你一直给它浇水，它都快淹死了。然后在养了琴叶榕之后，就有一点开始丧心病狂，有点中毒的，想要一直疯狂的买不一样的植物回来种。然后我就非常喜欢那种很热带感啊，叶子很大的那种植物。所以这之后呢，我就走火入魔的在 IG 上面看到一些网红植物，就想要买回来养。所以之后呢，我就买了这个龟背玉，好啦，它也算是很几米短几寸的植物。我从买它到现在也帮它换了2次的盆，它现在这个盆很大。它刚买的时候只有3只叶子吧，现在已经这样。它只要你乖乖的帮它浇水，它就会一直不停的冒新叶。当然我还有施肥啦，就是还蛮好照顾的，不太挑剔，不傲娇。但它就是比较狂野，会自己乱长。你看我都已经有就是插2个筷子，想要帮它控制一下它生长方向，但它就是不受控，比较自然生长的一个植物。下一个呢，就是这个秋海棠。你知道有时候啊，你花了时间特地去就是花市逛，想要买看看有没有自己心目中想要买的那个名单上面的植物，可是其实很常你会挑不到，因为刚好就是没有，或者是可能状况不好、价格不好等等。但是你去了一趟，你就是想要买东西回家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。其实我对秋海棠，这是秋海棠，我对秋海棠系的植物都没有特别的有感觉。可是因为这盆秋海棠，那时候我觉得哇，它的颜色好特别哦，就是看起来有点渐层的那种颜色，就蛮漂亮的。而
且买之前我一定会跟老板确认，老板他好照顾吗？老板娘跟我说很好照顾啊，你就是吐干了再浇。结果这盆秋海棠，他从原本帮我买回来，哇，叶子好漂亮，好茂密哦。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。如果在看影片的你是观叶的高手，麻烦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到底做错了什么。我帮他换了盆之后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叶子就开始一直狂掉，从这个茎这里开始整个蹦起，然后一直狂掉叶子。所以其实老板的话听听就好，他从来没有跟我说哪一个难照顾过。所以这之后呢，就比较有信心了，就决定挑战。我查了之后，查资料之后，应该算是最难养的植物。这就是原善蒲葵。如果我仔细看我运动影片的，应该会发现它曾经有出现过一次，应该就这么一次，它就再也没出现过，它就一直在静养当中。它的叶子真的很容易各种情况交边，原本是很漂亮的原善，然后就慢慢被我剪，就是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奇怪，它就再也出不了场了。它就是一个很容易因为不能太湿，不能太干，不能太晒，不能怎么样，它叶子就是很容易焦边。新手千万不要轻易尝试。然后这个波士顿蕨也是让我觉得很心痛的一个植物。它虽然不贵，它小小的，但是因为我每次去老板娘那边看，我都很喜欢它挂在那边很大盆、好几盆的那个蕨类。但是我也是很怕蕨类很难种，因为它对空气湿度要求很高。但是我还是买，受不了我还是买。买回来之后我还特地把我这个水养香氛机放在它旁边，当做是加湿器用。这个波士顿蕨50，这个水养香氛机5000，我哪有5000块的东西还照顾50块，它还是变成这样哦。最后就是这个台湾人可能对它都很没有好感，觉得它很 low 的金钱树。其实我想要帮金钱树讲点话，就是金钱树呢，在台湾会这么不受欢迎，是因为大家每次有什么新店开幕的时候，都很喜欢买金钱树，因为第一个它很好照顾，它不需要什么光照，它就可以活很好，你也不需要很常帮它浇水。但是呢，它为什么被害呢？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帮它绑一些有的没的啾啾，跟插一些金元宝有的没的，害它变得很松。但是呢，其实它是一个只要用铜板价就可以买到的好植物。你不要帮它装饰那些东西，其实它还是一个很漂亮的植栽苗。所以金钱树真的很推荐给新手买来种看看哦。虽然说它没有那一些网红植物这么 fancy， 但是它是很好入门的选择。拿掉金元宝以后就没事咯。好，结束了。如果你有推荐我买什么观叶植物，或者是想要在频道上看到什么植物出现的话，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点这边订阅我的频道，频道上还有更多健身相关的影片都可以从这边点进去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